别碰他！这些年，我都快忘了，我还有个男人。诸位卿家，今日上朝，朕有一事与你们商量。皇后薨逝多年，中宫也空虚了多年，朕被这事折磨了多年。国不能一日无君，国也不能长久无母。现今天下灾荒不断，臣民苦不聊生。朕需要一位皇后来母仪天下。现在后宫之中，杨妃、沈妃、刘妃都是朕的挚爱，朕的心头肉。可中宫只能有一个主人，这可真是难为死朕了。朕思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你们来给朕出个主意吧。王延龄，禀皇上，杨妃娘娘是前宰相的孙女，身出名门，高雅端庄，能担起母仪天下的重任。张德林，你说呢？回皇上，臣认为当务之急是早立太子。朕在说册封皇后的事。册封皇后是安定天下，而立储君是一国之本。皇上已有5个子嗣不幸薨逝，朝上坊间早有不安。如今6皇子已长大成人，早立太子，早定人心。朕要册封皇后，他要立太子，这个张德林是什么意思？一箭双雕。一是不希望皇上现在册封皇后，一是试探皇子的真假。可他为什么不想让朕现在册封皇后？他希望看到的皇后没有胜算。你是说刘娥？嗯。假皇子的事，难道他发现了？啊，假皇子的事情极为机密，只有我们几个知道，是不可能泄露的。张德林生性多疑，对任何事情都持怀疑。臣弟以为，他是在试探这个皇子的真假。让这样的人待在身边，太可怕了。朕得除掉他。皇兄，张德林身为枢密使，手握重兵。大宋的一半兵力都在他手上，操之过急的话，恐怕会引来大麻烦。难道就让这只烫手山芋整日烫着朕不成？让他远离朝廷，率兵征战边关，然后再慢慢削弱他的实力。波上清风，画船明月，人归后。渐消残酒，独自凭栏酒。还记得吗？记得。那年皇上亲征边关讨伐，临走前的那一晚，臣妾印给皇上的。是啊。也是在这里，只有我们2个。你已在朕的怀里，那个时候，皇后可没少吃你的醋。那时候我们约定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一对人间夫妻，没有皇上，
也没有臣妾。唉，你变了，我们的孩子离开了我们，你也疏远了我。你怨恨我，怨我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孩子。臣妾从没怨过皇上，我是恨自己。不要叫我皇上，朕要册封皇后，朕要封你为后。皇上，臣妾无德无能，不配当皇后。后宫之中，只有你能为朕母仪天下。臣妾早就跟皇上说过，臣妾不当皇后。你为什么要跟朕对着干呢？是皇上把臣妾宠坏了。皇后不是你想做就做，不想做就不做的，朕说了算。朕明日就下诏封你为后。皇上，妾想侍寝，今晚就要。皇兄，匆匆召臣弟进宫，不知有何吩咐？朕要册封皇后。册封皇后？今天就册封。朕要封沈妃为后。皇兄，放出册封皇后的口风，目的就是要让朝中和后宫暗中涌动的各种势力浮出水面。朕知道。现在册封沈妃过于草率，皇上还是要听听权臣的意思。朕干嘛要听他们的？是朕立皇后，还是他们立皇后？你现在就拟诏书，今天就宣诏。皇上，皇上，怎么了？沈娘娘屋门紧闭，敲不开门。走，去看看。沈妃娘娘，沈妃娘娘！啊！沈妃，沈妃，沈妃娘娘，快把她放下来！快，快！你知道朕最爱的是你，你为什么要抛下朕？皇上，喜来从乡下回来了，八王爷也在书房等您呢。皇上，大事不好！那个奶妈的男人找到了他们，被周怀仁杀了。他是怎么找到他们的？奴才不知道。你下去吧。是。伊儿在乡下也不安全了，得赶紧把她接回来。皇兄，心怀叵测之人还没有查出来，现在把伊儿接回来，臣弟恐怕……哎呀，那个假的在宫里不也活得好好的吗？要是到朕死都查不出来呢，朕的骨肉就永远流落民间吗？那假伊儿怎么办？哼，你们出主意，
让朕拿这个假皇子当诱饵，查出凶手。这下好了，鱼没钓着，倒把朕给钓着了。你们说怎么办？没人干，只能我们自己干了。皇上，奴才这就去办。陈公公，您来了。周侍卫，你受苦了。皇上说，你立了大功，要重赏你。一儿，一儿，爹！一儿，这位是陈公公，他来接您回家了。小主子，您受苦了，奴才来接您回家。爹，小主子，我是您的奴才。娘，我爹怎么了？小主子，我们都是您的奴才。您的家在京城，您的爹娘在皇宫里。一儿，妻女。周儿，一儿，一儿，你还回来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你以后会做一个好皇上啊！周儿，我会的。你说过，长大了要娶我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周儿，一儿，你别忘了回来娶我。周儿，周儿，周儿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龙子到了。皇上，奴才把小主子带回来了。好，小主子，快叫父皇。父皇，一儿，来，到父皇身边来。小主子，一儿，让父皇好好看看你。
周怀仁，朕要赏你，重重的赏。谢皇上。义儿，委屈你了，父皇再也不会让你离开了。义儿。爹。哎，义儿，回来了，就该叫父皇了啊！爹。皇上。 爹，奴才该死！皇上，奴才该死！奴才该死！皇上，奴才该死！奴才该死！皇上，奴才该死啊！先生，嫂嫂，出什么事了？保拯，老夫辛辛苦苦教了你10年，你该报答老夫了。收拾东西，明天一早就走。明天一早？去哪里？去京城考功名。烙了这么多饼。 给你带在路上吃，哪里用得了？路途遥远，多带些踏实。端午，哎，家里以后要辛苦你了。三黑哥，家里的事儿你放心，倒是你一个人第一次出远门，让人放心不下。堂堂7尺男人，有啥不放心的？三叔，开封城远吗？远。有多远啊？不知道。 那要吃几张饼才能走到？不行，还得再多烙几张。不用做那么多。 包袱装不下，一共也没几张，少装几本书就是了。不顶吃不顶喝的，反正书里写的都装在你肚子里。三黑哥，你为啥非要考功名？留在家里不好吗？因为这个天下不公平。咋不公平？你刚来我家那年，泸州粮库亏空，知府滥用职权，生生骗走了哥哥和嫂嫂店里的粮，你说这公平吗？不公平。骗完粮不但不还。 还颠倒黑白，害死了我哥，这公平吗？不公平。那你考上功名，就能让天下公平了？我能。天有天道，王有王法。只有考上功名，做个好官，才能为这天下主持公道。三黑哥，我相信你能考上。那你考上功名，啥时候才能回来啊？少则个把月，多则半年。我听说。 富绅们都在绑下捉女婿，你不会被捉了去吧？不会。那你会不会带个开封城的媳妇回来？不会。三黑哥，嫂嫂让我嫁人，你说我是嫁还是不嫁？嫁，一定要嫁个好人家。不行，不能嫁。 等我回来再嫁。你拜堂那天，哥也要在场。三黑哥，我一定等你。三黑，你记得你哥是怎么死的吗？记得。记得你为什么要考功名吗？记得。给你哥磕头，他会保佑你。
老夫育人办事，从小你就与人不同。老夫教了一辈子学了，也没出个秀才。这次啊，可就全靠你了，啊！请受老夫一拜。学生定不辜负先生心血，将来一定报答先生的培育之恩。哎，考中了功名，那就是报答。路上小心啊！三黑哥，天黑了早点找地方歇歇，千万别赶夜路。天黑我也不怕，我是怕你吓着别人。好了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赶紧上路吧，啊！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，大江东去，只留下了风流人物，千古流传。都有得罪，都有得罪，都有。我的包袱呢？谁拿了我的包袱？衣服。我是人，我不信。你是谁？偷了我的衣服。你胡说！这衣服明明是我在河边捡的。我在河里洗澡，把衣服放在河边，被你给偷了。你胡说！河里根本就没有人。胡搅蛮缠，把衣服还给我！还给我！我杀了你！你是女人。我的包袱在哪里？河边只有衣服，没有包袱。难道我的包袱长了脚，自己跑了？你想讹诈我？包袱里有官府给我的考试名帖，要是丢了，我怎么去京城会考？河边只有衣服，没有包袱。那你把衣服还给我，我去找包袱。要么这样，前面呢有个镇子，等天黑了我们就过去。等我买到了衣服，你的衣服自然就还你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在女人面前赤身裸体，成何体统？我不怕呀。我怕，不但怕，还好冷。那，啊，还一件。你开什么玩笑？你去给我买衣服，这衣服自然还给你喽。你干嘛非要穿男人的衣服啊？问那么多干嘛？知道的越多，死的越早。
咱们俩现在两清了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你为什么还跟着我呢？我的包袱在哪里？我怎么知道你的包袱在哪里啊？雨停了。去哪里啊？不知道。你的面前不就有家客栈吗？我没银子了。那你住店的钱我出，行了吗？但是呢，你不许让别人知道我是女人哦。拿着。掌柜，住店。哎呀，别吵了，听见了。听见了，为什么不回答？滚！啊，行行行，别害怕啊，他是人。黑人？你管他白的黑的呢？给我开2间房。今日客满，只剩1张床。1张床，2个人怎么睡啊？挤着睡。哎，说好了啊，你们挤1张床，也要付我2个人的银子。那我想请问一下啊，这附近有没有其他客栈啊？有啊。啊，30里外。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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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酒吃多了。哎，小二，你过来。这2张床，我们睡哪一张啊？等他酒醒了，你们自己商量吧。行，出去吧。我去找小二商量，让我在堂里待着。站住！去哪里啊？不成体统。什么叫不成体统？你让我跟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在一起，才叫不成体统呢！你给我待着！我不会跟你同住一室的。不行，你黑，你倒嫌我白是吧？我不住了。这店钱是我出的。让小二把银子还给你。不行，不许走，不许走，不许走。醒了。哎，干什么呢你？怎么随便借人包袱呢？哎，翻什么呢？贼，他是贼。贼？你怎么知道他是贼？今天下午他也在河边洗澡，这是我的包袱。啊？那你快查看一下银子丢了没有啊？银子没了。等他醒了，我要抓他去见官。对，把门堵上，别让他逃了。你干什么？把他绑了呀，等他醒了就不好绑了。愣着干嘛？过来帮忙啊！来，反手。来，绑紧了。这下咱们俩都有床睡了。这贼不错呀，给咱们留了这么多好吃的。你不饿呀？这是我的大饼，是嫂嫂让我带在路上吃的。我知道这是你的大饼，可是那桌酒菜，
也是拿你的银子买的。你是书生，要去京城考取功名。其实你这个人除了黑以外，倒不像是个坏人。那，我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想要做官？那你知道做官的都是什么人吗？什么人？坏人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爹就是做官的。你爹是坏人？不是坏人，也算不上好人。那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不像好人。你行，那我就给你个机会猜一下我是谁。猜不到。告诉你，我乃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哮天猫是也。没听过？那我师父是什么人，你总知道吧？哼，说出来吓死你！我师父可是威震江湖的南侠展昭，这总听说过吧？你到底是从哪里跑出来的黑乌鸦？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给我一间一间的查！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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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屋里住的什么人？3个男人，有一个是面黑的。砸开！开门！快开门！快开门！小二，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小的也不知道啊。这个人是贼，他偷了我的东西，我把他给绑起来了。那个人是谁？转过身来。你们是一起的吗？说话。阿爸。那你来说。我不认识他。哼。就算你把自己涂成黑乌鸦，也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儿。叔叔，你等一下。幸亏您及时赶到，您要是再晚来一步，侄女就要被这个人给糟蹋了。你胡说！我没胡说。今天他当着我的面把衣服都给脱了，浑身都是黑的。给我押回大牢。是。走，冤枉！走，冤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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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哎呀呀！啊！哎呀！啊！哎呀！
哎呀，你是谁啊？哎呀，你啊什么啊？啊！哎呀，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该在这儿。贼呀！贼？我怎么会是贼呢？偷东西。在河边。哦，我认出你来了，你是昨天在河边洗澡的那个人。是。啊！哎呀！你挨打了？不偷东西，不丢衣服，不丢衣服，不会在这儿。哎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越说我越糊涂。说不清楚，说不清楚。啊！啊！啊！叔，您就别生气了，再气坏了身子怎么办啊？啊，还是您厉害，都3次了，我次次逃不出您的手掌心。你知道就好。事不过3，以后啊，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头，凡事都要听你爹的话。行，我凡事都可以听他的，但就是婚姻之事不能听。那个刘父，我才不要嫁给他呢。哎呀，刘父他是刘娥的亲弟弟，这刘娥呢，又是皇上的爱妃，说不定日后还能当上皇后呢。你嫁给他，那自然成了皇亲国戚。这么好的婚姻，别人家的女子那都巴不得呢。叔，我给您说过多少次了，那个刘父是个坏人。他怎么坏啊？他前些日子借着放粮赈灾的名义，打着钦差的旗号到咱们这里，耀武扬威，横行霸道。哎，叔，你想想看啊，像他这样的人，他得私吞了多少粮食，他得连走了多少钱财，他饿死了多少老百姓啊！那又怎么样嘛？他不吞粮敛财，那他当官干什么？哼，当官的没个好人。那你要嫁给何人呢？我当然是要嫁给一个好人了。谁又是好人呢？叔叔活了大半辈子，都没弄明白什么样的人算是好人。可叔叔知道，这世上只有2种人，一种是有权有钱的人，还有一种，那就是穷人。你说说看，叔叔和你爹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有权有钱人呗。在穷人眼里，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，但是在权贵眼里，我们也是穷人。孩子啊，你爹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你就是你爹全部的身家性命啊！你想想看，你爹他怎么忍心把你嫁给一个穷人当老婆呢？啊？哎，包公子，我不是贼，我也是被贼偷得身无分文，迫于无奈才拿你的东西。我这是第一次啊。第一次也是贼。银子，我的银子。哎呀，银子买酒吃了。嫂嫂省吃俭用留下的。倒霉，第一次出门就遇到你们这些人。包公子，你糟蹋了知府的侄女，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出去吗？要那些银子有什么用？我冤枉，他栽赃我。冤枉也好，栽赃也好，知府会听你的吗？没有说理的地方，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？有。包公子，只要你想办法让我出去，等到了京城啊，见了我爹，让我爹给你做主。你爹？我爹在京城，那做的可是大官儿，知府大人见了我爹，都得磕头。不但是贼，还是个骗子。我没骗你。骗子。哎呀，骗子。这个世上本来是没有我的，是有一天，我娘被我爹给糟蹋了，便有了我。我还在我娘肚子里的时候，我爹的老婆就把我娘和我赶出了我爹的家。没有办法，我娘只好回乡下生下了我。哎，你听懂了没有啊？听懂了。
你娘是大官家里的丫鬟。真聪明。不是这干什么？不是干什么？兄弟，你这，起来！去哪里？戒严了！去哪里？走，兄弟，快！兄弟一路走好啊！冤枉！冤枉！冤枉啊！快走！走！冤枉！快走！冤枉啊！跑出去！你们草菅人命！快点！放开我！这么多废话！跪！我不给你们下跪！当年我哥就是被你们这些狗官栽赃陷害死的，要杀就杀吧！我到了阴间也不会放过你们！你这是哪里？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杀了你！你我素不相识，更是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栽赃陷害我？你让我死得明白！是你先出卖我的，我是讲出了真话，就是因为你讲出的真话，才害得我又一次被我叔叔给抓了回去。你是不是也应该付出一点代价，这样才公平？你说对吧？我跟你说不明白。哼，我真是搞不懂。你千里迢迢不辞劳苦的去赶考做官，这是为了什么？我看你骨子里善良正直，做官真是糟蹋。倒不如拜我为师，我愿意传授你一些绝技，让你做一个除暴安良的侠士，如何？这是你的行李，里面还有几两银子。你走吧。我不要你的银子。没有盘缠，你路上怎么办啊？我有一事相托，这里有一封家书，是我写给我爹的，地址就在信封上。劳烦你到了京城以后，交给我爹。喏。哎，我叫雨柔。你真的不认识我了？我死也不会忘了你。其实，我们很早就认识。我小的时候跟我爹爹去泸州，在路上遇到了一个跟爹爹走失的逃荒的女孩子。你别哭了，哭有什么用啊？妹妹，你怎么了？他找不着爹了。那你怎么不哭？我跟他又不是一个爹，我巴不得我爹找不着我呢。你是那女孩？当然了，我现在长大了，比以前更漂亮了，你肯定是认不出我来了。不过你倒是没变啊，还是那么黑，我永远都认得你。哎，那个叫端午的女孩子，她爹找到她了吗？她在泸州，嫂嫂收养了她，她现在是我们的家人。你不会真的娶了她吧？我和她如同兄妹。哦，行了行了，你后面那条路就通往你要去的地方。包公子，上路吧。在这里先祝你名落孙山。我也有一事相求。说吧。那个贼叫冷清，将他放了。为什么？他的身世很可怜，是个孤儿，是到京城来寻亲的。我们正好同路。你不怕当了东郭先生？不怕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边关有什么消息？战事尚无消息，不过张德林来折子了，又要粮饷。前些日子，不是才给他拨了粮饷吗？是，
转运使司已经拨了，可张德林说不够。他还要多少才是个够？他的胃口也太大了。朕的江山没被西夏折腾垮，快被他张德林吃垮了。娘娘，听说他可了不得，一日能飞800里呢。整日都关在笼子里，就算能日飞千里，又能怎么样？娘娘，有朝一日，一旦飞上天，那可就天阔任他飞了。有我哥哥的消息吗？没有张大人的消息，边关也没有消息。皇上，太傅求见，说是龙子读书的事。孩儿给父皇请安了。叶儿，来，到父皇跟前来。叶儿，太傅先生说你不好好读书，为什么呀？他教的不好。太傅啊，可是天下最有学问的先生了。父皇和你皇叔的学问，都是他教的，怎么会不好呢？他教的东西我听不懂。叶儿，谁是好先生？你说给父皇听听。我乡下的先生。谁？我乡下的先生，周女和他的爷爷，他们不仅教我读书，还教我种庄稼。那您都学了些什么？说给皇上听听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还学了什么？侃侃伐檀溪，置之河之干兮。河水清且涟漪。行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就学了这些？皇上息怒，是奴才的过错。奴才不识字，在乡下给小主子请了一个没有学问的先生。您要罚，就罚奴才吧。爹，你不是说周儿的爷爷一肚子学问，是天底下最好的先生吗？皇上，奴才该死！皇上，奴才有罪，奴才该死！奴才有罪，奴才该死！皇上，您饶了他吧，儿只要一定好好读书。父皇，您饶了他吧。皇上，奴才该死！皇上，奴才有罪，奴才该死！皇兄，一儿他还只是一个孩子，自幼在宫外长大，身上一些习惯恐一时难以改变，只要慢慢加以调教，也就是了。父皇，您饶了他吧，儿今后一定。有些习惯，怕是一辈子也改不了了。一儿呢？回禀娘娘，小主子正在书房读书呢。听说皇上跟一儿发了脾气，我来看看一儿。奴婢这就去请小主子。不必了，不要打搅他。这些年你在乡下抚育一儿不容易，既有苦劳，更有功劳。
这些东西赏给你了。奴婢谢过淑妃娘娘。起来吧，我有事情和你商量。义儿回宫也有2年了，少有机会与义儿亲热。怎么说，我也是他的一个娘。我想接他去我那儿住2天。回禀淑妃娘娘，这件事，奴婢实在做不了主。那谁能做主？周侍卫。我堂堂一个淑妃娘娘，难道还要一个奴才做主不成？义儿，太傅说你今日书读得好，为娘开心，亲手替你做了些点心，奖赏你。谢谢娘娘，谢谢娘娘。快吃吧。青女，义儿，你先吃。来。娘娘，小主子在乡下养成的习惯，妻女不知，她不吃。这可是我亲手做的。娘娘，别坏了小主子的规矩。亲女先吃。亲女。放下。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，那我来试毒好了。娘娘，刘娘娘来了。哟，姐姐怎么今天有心情来这儿了？妹妹，谁惹姐姐生气了？快去给德妃娘娘沏茶，沏皇上刚赐的那个极品雀舌茶，让德妃娘娘尝尝。妹妹不必了，皇上也赏了我。你们都出去吧，我要和妹妹说点私房话。妹妹，你今天是不是去了义儿宫里，碰了一鼻子灰回来？姐姐的鼻子真灵，比她还灵。哎呀，我也碰了一鼻子灰回来。你说一个奴才狗仗人势，根本就没有把咱们主子放在眼里。他可不是奴才，义儿骨子里把他当成了亲爹。怎么伤成这样？不碍事儿，只是皮肉伤，没伤到筋骨。你便可以交差了，何苦还要受这罪？义儿在宫里，比在乡下的时候更危险。在乡下的时候，你男人找到我们，背后一定有人指使，可惜一着急把他杀了。这背后指使他的人就没办法查找到了。杀了你男人，你恨我吗？青女自小就把你当成爹，真怀念在乡下的那些日子。那时候，我们真像一家人。我也是。有件事情，我想拜托你。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义儿。义儿活着，
青女才能活着。不用换了，他还能再找一会儿。哎，陈公公，德妃娘娘和淑妃娘娘在外面要见皇上。皇上，德妃娘娘和淑妃娘娘来了。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皇上，你们两个一块儿来找朕，有什么事啊？皇上，周怀仁真是欺人太甚了，将姐妹们不放在眼里。哦，他怎么不把你们放在眼里了？伊儿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都要听他的。这有何不对啊？我们姐妹想和伊儿亲热，也被他拦在外面。难道我们不是伊儿的娘吗？伊儿现在不是玩耍的年龄了，要专心的读书。皇上，一个奴才在背地里让伊儿叫他爹，他要真是伊儿的爹，那我们是什么呀？我看呀，这个奴才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真把自己当主子了。皇上。小主子，你不去读书，跑这儿来干什么？疼吗？不疼。肯定疼，都是我惹的祸。小主子，只要你以后记住了，奴才这打就没白。我记住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叫你爹了。小主子，快去读书吧，要不然太傅又该生气了。爹，小主子，你怎么又忘了？爹，现在没人听见我叫你爹。爹，我不喜欢皇宫，我想回乡下，你能带我回去吗？爹。伊儿，回不去了。喜欢不喜欢，宫里都是你的家，你得在这儿住一辈子。皇上，这是御膳房刚给您熬的药膳，您喝了吧。皇上，您都1天没用膳了，再重要的事情也没有您的身子骨重要啊。朕费尽心机保住了一个儿子，可是到头来却成了别人的儿子。皇上，奴才
斗胆替周侍卫说句话。奴才觉得周侍卫对皇上和小主子是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。朕相信周怀仁的忠心，可是朕死了以后呢？义儿今天又误叫了，他就是嘴上不叫，可骨子里，周怀仁就是他的爹。孩子是不会说谎的，朕从义儿的眼睛里就看得出来。陈林，这些年，朕心里一直有一个担心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皇上，恕奴才笨拙。当年，义儿一出生，朕就把他交给了周怀仁，虽然做了记号，可是这些年，朕一直不放心。这个义儿，就是当初交给周怀仁的那个。除非周怀仁能证明给朕看。朕跟你说这些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朕问你呢。皇上，奴才知道了。周侍卫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站在院子里？公公，这些年，我天天晚上守在院子里。你不睡觉？在乡下的那些年，我都不会睡觉了，打个盹就够了。你受罪了，公公。看着小主子一天天平安长大，我没觉得受罪。公公是来给我送酒的吧？今天打了你，皇上心里不舒服，赐给你一壶好酒，让我送过来。喝了酒，你就可以睡个好觉。公公，替我谢谢皇上。我有一事相求，公公务必答应。你说。保护好小主子。要杀小主子的人，我一直没有查到。我怀疑，这个人就在宫里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办到。公公，这酒我不想喝。你想怎么样？我们离开这儿。我是个侍卫，应该用侍卫的方式来了断。
僵住，它为何干净？因为有淡淡白云。秋叶，它为何干净？因为有说明星。心上，它为何干净？因为有你的聆听。柔情，它为何干净？因为有你的眼睛。渴望的自由，它未必是自由。哦，滋润的爱情，它不只是爱情。哦，无语只是没有爱的相遇，离别也只不过，当初领命出宫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会有今天。我只有一死，才能证明一儿是皇上的亲生骨肉。公公保重。哦，无语只是没有爱的相遇，离别也只不过是为再会长天。周侍卫走好。柔情，它为何干净？因为有你的眼睛。小主子，咱们该去读书了。周侍卫昨晚上出宫了，他到乡下去看他的爹娘了。今后就由老奴来伺候您读书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老奴不知道，他兴许不回来了。小主子，这是个奴才，昨晚上没了，现在要拉出宫给埋了。哎呀，出门遇丧吉利，咱们这刚进开封城就遇见棺材，咱们俩一定会一帆风顺的。本公子，到京城了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你去找你爹，我去找科考的会馆落脚。包公子，你别着急落脚啊，这到了京城啊，那就是我的天下。咱们一路辛苦，应该先去找个地方好好享受享受。哎，你跟我去个地方，管吃管喝管舒坦，而且分文不花，我还能把欠你的那些银子通通还给你。哎，加倍还你。哎呀，走啦！哎呀，走吧。朝中还有何事啊？皇上，科举会考的日子快到了，这考试题目，朕有些累了。这事你和八仙王商量吧。臣知道了。热闹，比我想象的热闹多了。比我想的也热闹。
哎呀，这些年啊，在乡下可亏大了。这次来啊，我可是不想走了。小爷，快来呀！哎，无人请啊！这个门面大，这个是，这个，这上面写的什么呀？梦里不知身是客，异想贪欢。落花流水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听雨楼。啊，听雨楼。嗯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听雨楼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妓馆呐。妓馆啊？你爹住这儿？哎呀，我先在这落脚，然后玩够了再去找我爹呗。哎，你去吧，我走了。你真的不进去啊？嗯。那你在这儿等我会儿吧，我去把银子给你取出来。快来呀！慢进来坐会儿嘛。哟，小爷，里边请。哟，姐妹们快来看呐，好黑的后生啊！来了，这黑倒是黑，但是生得英俊，讨人喜欢。我还没有伺候过这样的呢。是吗？黑哥哥，快上来呀！听姐妹们给您弹奏一曲。是啊，上来呀！来吧，黑哥。怎么不好意思了？一定还是个童男子吧？他娘的，谁的儿子你都敢冒充，真是活腻了！给我打！你们竟然敢打我！我爹要是知道了，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你们死定了！干什么打人？再打就打死人了！冷公子没事吧？啊，你是何人啊？打死他与你有何关系？我跟他是一起的。哟，又来了一个找死，那就一起打。打！升堂。带人犯。跪下！大人，我们挨了打，为何还抓我们？你们两个真是胆大包天呐！是那个恶霸胆大包天，差点打死我们。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胡搅蛮缠！你跟大人说，他们为何打你？说，你爹是谁？别怕，你爹再不认你，也不能任人打你。快说，谁是你爹？皇上。谁？大声说！当今皇上。冷公子，你可不能乱说，这府衙大堂千万不能乱说。我没有乱说。你一定是被他们打坏了。大人，他在说胡话，他一定是脑子被他们打坏了。我有这件龙凤抱肚为证，这是皇上赐给我娘的。府尹大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让本皇子给你下跪！招还是不招啊？招不招？招不招？招还是不招啊？冤啊！我不是他的同伙，我不认识他。不认识？你还嘴硬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哥俩帐下还没有不招的呢。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认识他，
但我不是他的同伙。又认识了，但不是同伙是吧？行，看来还是没打够啊！啊！我让你嘴硬，招招！我让你嘴硬，招招！我娘在宫里的名字叫福珠，是沈娘娘身边的丫鬟。有一天啊，我娘去伺候皇上，被皇上宠幸了。事后，皇上就赐了一件龙凤抱肚给我娘。你说谁知道这个事情就被沈娘娘给知道了，她就找了个茬，将我娘赶出宫去了。我娘回到乡下，没过多久，发现自己怀了个龙种，那就是我。你继续说。然后我娘就把我生下来了呀。再然后呢？再然后，我娘带着我嫁给了我乡下的爹。再然后，我娘和我爹就得病死了。我就来京城找我亲爹来了。皇上，这件抱肚是真的，确实是当年皇上赏给后宫的娘娘和妃子们用的。奴才查看了簿册，当时确实有一个叫福珠的丫鬟，被皇上宠幸过，后来又被沈妃娘娘赶出了宫。这一点都不记得了。那个叫冷清的说的都是真的？丫鬟福珠确有其人。这么说，朕突然又多了一个儿子。哎呀，没儿子让朕心急，突然冒出一个儿子，又让朕闹心。你们说他到底是真是假呀？皇上，这真假实在难辨，微臣也不敢妄下结论。尹若昭，一定要给朕查个清清楚楚。皇上，这个案子事关重大，臣认为王大人与臣一起查比较稳妥。皇兄，臣弟也这么认为。好，你们两个尽快给朕查个水落石出。臣遵旨。臣告退。尹若昭，你真是狡猾，死到临头还把本相拉上垫背。哎呦，王大人息怒，王大人息怒！这么棘手的案子，真假万一有错，下官的脑袋就没了。有王大人坐镇，下官心里才踏实啊。嘿嘿。哥，那黑小子也没招啊，你咋就不打了呢？这黑小子不像是坏人。哥当差这么多年，好人坏人一眼就能看出来，碰上坏人就往惨里打，就是不招，以后也没法干坏事了。那要是碰上被冤枉的好人呢？那就要看手上的功夫了。高举高打，真一假九，听着想打得狠，其实不伤筋动骨，皮外伤几天就恢复了。哎哥，那你得教我怎么打人啊？想学呀？啊！来，趴下，趴下吧。打了啊！疼吗？哎，还真不疼。哎，这就是功夫。来，再来一下。哎！王大人，就是他。这怎么睡着了？快把他叫醒！大人，
他酒醉了，叫不醒。哎，醒醒！怎么还吃上酒了？啊，王大人，本官不敢随意用刑，只好用酒肉伺候。本想让他酒后吐真言，谁曾想乱弹琴。他的同伙呢？正在大牢里用刑。府尹大人，这个人就是他的同伙，招了吗？这黑小子打死都不招，当差这么多年，还头一次遇上这么抗打的人。大人，我不是他的同伙。拖出去接着打，打到招了为止。冤枉，冤枉！时空还是慢，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，大江东去只留流传，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幻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